大家好，欢迎我部落。我们今天来开箱介绍的是 Volkswagen California Ocean 全能露营车。这台车呢，是我跟佩佩小姐一起亲手组装的。这是一个车顶的帐篷，会有洗手槽，还有瓦斯炉、冰箱，可以会动的椅子，什么都有哎。对。它只有个缺点，就是太小。你看，我手可以坐进去，我身体不行。小太喜欢吗？喜欢，大哥。变一台给你，1:1 size。福斯 California Ocean 全能露营车，我们今天呢就要带各位好好的一起体验这一台到底有什么车，什么神奇的 ，Go！ 上装备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样，以前我们装备多半就是要一箱一箱装好啊，分门别类啊。我去永安渔港。开始导航到永安渔港。如果这台车是我的话，我一定会买一个跨咖的。你的脚要碰到前面吗？完全碰不到，对不对？哇塞，现在这是塞车神器啊！现在车多了，现在车况是红线，它现在大概时速20公里跟着前车。哦，它减速了，减大概减到10公里。前面动了，它跟上去了，哇塞，真的是长途旅行开车神器，上班啊，这太方便了，这感觉这样可以克服我最害怕的雪隧了。我们现在要去找海鲜。刚冰箱太冰，有点结冻，我把冰箱的冷却度从最大把它调到4好了。好，我们现在找到水龙头了，我们要把这车的水箱加满。这边可以显示表，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个是清水箱的容量，现在基本上把清水箱给装满了，这是废水箱的容量。这是我们刚刚在永安渔港买的小吃，我们准备来吃午餐。这就是露营车的好处，它可以看到海景，想要停下来吃饭就吃饭，怎么样？一下升级变成5星级饭店的 view， 是不是？配着海景，然后吃着美食。前挡这边遮阳帘遮起来，因为刚好太阳从这边下来，很亮很晒，所以现在刚好把这边温度可以降低很多。现在真的是非常舒服，可以坐在这个沙发上面，这算沙发了座椅。然后呢，就在这边开窗户吹海风，很想睡啊。这一坐下来就该睡着了。非酒精饮料，酒味吗？有点像是麦根沙士，淡一点。汽车露营啊，车速啊，还是野营，我们现在的厨具刚刚油的部分呢，都用卫生纸把它吸干，要丢掉。然后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就用湿巾。那当然，它车上其实有清水可以洗，但是因为洗完之后这边并没有排废水的装置啊，有流理台，流理台可以出我们刚刚倒的那个自来水，但是流理台的废水呢，它有个废水槽也是可以排，但是还是建议里面排就是不要那种洗涤这种厨余的水，要不然你那个废水桶里面用满了厨余，管路就会臭，哇，那个以后就很难清了，很麻烦了。它这个地方呢有几个插头，有一个12V 的插头，我现在绑了2个 USB 充电线，有一个230V 150瓦欧规的插座，所以我今天另外买了一个转换器，把230V 转成110V。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个4电的插座，插条线到车子的外面，再连到这里来，这边就有一个1500瓦的一个电源。
刚刚吃饭垃圾，我们都自己带，想办法再捡走一堆垃圾。请带走垃圾。如果可以，请带走更多垃圾。好，我们现在前进下一个景点 ，Go！ I saw your mama just the other day. She looked glad to see me again. Do you remember when I used to come over to your house every day? Still remember the smell of your car when you drove me down to that lake. Felt so good staying up all night. That will forever be our place. And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were together. 但这边是一个地上查到一个很棒的位置，这边有一个石头台地，我们来这边，我们就在这边过夜。不然啊，搭帐，今天睡车上，一根手指头。升起来了，升起来了，好感动。平常搭完帐我会撕一套衣服的，今天搭帐一滴汗都没有流。这里，这里。好了，我爬上去了。我帮你开灯。耶！今晚睡这边哦。哦，够，用力气。OK， 停，好，这时候把帐扣。Forget what we had, but then something reminds me of you. Do you remember the necklace you gave me? I wear it every day. And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were together, but there'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that's yours forever. If I could fly, I'd fly right back to where I belong. Fly right back to my home sweet home. If I could, I'd take it all back and fly high up above the open sea into another destiny. I close my eyes and I'm back in your arms, back in your arms. I fly. 这个是龙虾，哇，顶 Coco， 因为这个太保冰了，所以都没有退冰。对啊，没有退冰，应该要拿出来。对，公锅剩多少？还有一个锅洗。喜欢公锅才能够吃饭哦，不喜欢不能吃饭哦。这呢，有一组水龙头，棒补把它打开来。哦，洗手啊、洗碗或者洗脚啊，洗也可以用水槽啦。那你这边洗的话，就是在户外洗，可以洗比较脏的东西。煎的焦黄的青鱼，炭烤就是不一样哎。跟我平常比起来，这真的是太豪华了。哎呦，会滑哎，因为这个斜斜的。海鲜面、蛤蜊面。我都是在玩这一边的。有点亮。哇，好香哦！白泡泡又咪咪龙虾，有没有熟？有了，都白了。香不香？很好吃。哇，好甜哦！哎，你才夸张哎，为什么你一个人这样吃？多汁还香，海的咸味都有，不需要调味，好好吃哦。你下次能钓龙虾吗？下次不好钓，来你们多吃点，多吃点。我家牛排，海盐。你不觉得外层都多一个那个炭香吗？牛小排是我们家最常买的，很适合带出外面，一次2条刚刚好。哇，烧焦了！
就是我的床了，耶！晚安。晚安。移动这沙发，枕头有开关，按下去。好，成就完成了。现在那个车子里面有些虫，因为我们刚刚在用的时候都是常开着，趋光线虫被里面灯给吸引过去。这就是把车内灯都关掉，然后外面开各种灯，把外面开得很亮很亮，这样可以把虫给从里面吸引到外面去。大概10分钟吧，虫就跑出去了。这样就可以解决虫在车子里面的问题。用湿巾擦过全身，擦过澡，虽然用水龙头，但是其实现在蛮凉的，而且其实今天也都没有流什么汗，所以就是湿巾全身擦澡，然后换衣服。啊，借车是没有多少个灯，这个灯色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如果只有一个灯，这个灯很容易就被自己的影子给挡住，可能你拿东西灯就挡住了。它有各种灯，例如说这边有一排往下照明的小夜灯。然后呢，左边3个灯，1个灯，2个灯，3个灯。右边呢，1个灯，2个灯。我现在把那个头顶给掀开来，所以我现在在里面可以站立，甚至挥手都没有问题。然后上面也有1个灯，2个灯，它们俩都很柔和。然后呢，全部打开之后，其实就是很明亮的环境，而且都不会被影子啊挡到的。其实真的是设计很完整。但就是我认为缺一键全关，就像那个有些饭店一键灯全关。我现在要睡觉了，2个、3个、4个、5个，睡觉啦，晚安，拜拜。早上6点多，现在就蛮冷的。昨天后来换我睡上铺，因为那个小孩要跟妈妈睡下铺。他就这样上铺一个人这样睡是很宽敞，一大家想睡应该也 OK。那现在车内比较冷，它有一个水车助暖器，它就是烧它那个柴油，然后来做暖气。我刚刚把它打开来，它车内几个下面都好几个暖气孔，脚边那边有个暖气孔排出来热风。还蛮快的，就是一打开，热风马上出来。所以现在外面大概16度，但是我现在在里面可以穿短袖短裤，还不会觉得冷，还觉得很温暖。这实在是太奢华了。我老婆家的小孩这样2个人睡下面是够的，所以它就是2个单人床垫的大小，长度都够，因为连上面有长度，其实我脚都非常够用，肉中肉的显示了。而且我现在上面比较不睡，我可以先把它升上去。现在车顶掀上去了，所以现在这样子空间就很宽敞，在里面可以站着行动自如。对啊，因为他们睡得好晚，他们都没有打算起床的意思。因为其实它有那个，太舒服啦。它不是，它有遮光帘。哦，对啊，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几点，它可以弄得很暗。对。金门的蛋香蛋糕，我先试试看我的咖啡。好吃。好，吃完早餐我们就准备收账了。露营不是就要吃好、睡好和好。然后他们也对啊，他们这次也蛮厉害，他们在外面也放了一下。我是怎么收纳这一次的空间？我是把厨具放在最下面，有关于火的地方，然后上面是杂物。哦，这边还有一个小抽屉，这边小抽屉就是我们放我们会用到的一些厨具。衣柜，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衣服都可以直接吊在这里面。然后这边还有个小镜子，可以给我化妆。上面放薄一点的，像我们都是放一袋一袋的衣服。拉出来，我们可以放一些小小的瓶瓶罐罐啊什么的。这边啦，超级大吧，脚翘起来，达哥的 notebook 啊。然后还有一些玩具什么的。再来这边还有一个抽屉，然后它放的是打气机。
其实说像后面的空间哈，怎么样睡觉，所以上面尽量放是比较干净的装备，什么衣服类啊、杂物啊，或者一些摄影器材。我底下这把空间还有一半的空间，所以这个空间我就放一些比较脏的东西，那个气化炉啊、气化灯啊、木头啊，中间隔开之后呢，就算我下面是放满的东西，底下东西还是会拿出来。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等等，我会再把一些我常用的露营设备比较小的这个在里面。所以看到我这边放了一个脱困板，好像那个旧车电源线啊、一些灯啊、刀子啊、洗手的那个莲蓬头，然后后面这边有灯，所以放东西都很方便。你看我空间还放了，其实很空哎，超能装哎。我要讲缺点，大的缺点这台车，我要批评一下，它不是我的，这缺点太大了，他们应该有很难过，你这台车要还回去了。其实车速有一个好处，因为有些野营地或是有些露营的方式呢，马路边的营地呢，讲真的，我如果自己野营，我也不会挑马路边营地，我会觉得不安全，我怕有人过来。我不是怕没人，我怕有人。那当你睡车上，你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就是你至少不用怕有人啊，你总怕车过去又碰到，假设啊半夜碰到抢劫好了。常有人问我说你会不会怕抢劫？我去荒郊野外，我碰不到人。但如果睡车边、睡马路边，那我觉得是要小心一点。它不便宜，但是你会觉得市面上又没有人做，你想自己改吗？光这个车，你要想到还有哪里可以改的，我真的快想不出来了。你想到它都有了，对，连我身上改的什么莲蓬头啊、沐浴器啊，它都有了。它连最困难，居然车内还有驻车暖气，哇，这个太神奇！它基本上，然后各种空间都利用到极致了，能够装柜子它都装柜子了，所以它几乎是改满了，没地方可以改了。所以呢，好吧，它除了不要说贵啦，这样看起来它贵的有价值啊，是我现在负担还有点大，应该。加油，加油，大哥，努力赚钱。那你满意吗？很满意。佩佩小姐满意吗？满意。你最满意什么功能？可以爬上去。关于露营车的玩法，虽然露营车有露营2个字，但真的是跟露营完全是不同的玩法。因为露营因为搭帐很麻烦，它的玩法像是一个放射状。你到了一个营地搭帐，设定好你这1-2天的家，然后往周围去玩，或者待在营地玩。露营车因为它让搭设、让过夜变得很简单，所以你可以用一条线去玩，你可以走走停停、随走即玩，你可以不做任何计划，你可以不需要预定营位，你也可以去露营区，没错。但是如果今天没有营位了，你就走一走，有地方停，你就可以停下来，或者你去看到某个渔港很漂亮，卖鱼、卖海鲜，然后呢看看海。其实这样自由的方式，真的跟以往我们去露营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不可能到一个定点，然后辛苦搭完之后说，我们再去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次露营车给一个体验是，其实我们这样玩户外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就算我去很多地方去野营，但是大概也就是1天到2天极限，因为接下来就必须有地方去休息、换东西、洗澡。搭营没问题，但是你每天搭营是个问题。你不可能每天换地点，每天搭营，这样其实太浪费太多时间了。所以这是我对露营车的体验啊，算是有想这个问题，但从自己试过才发现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再来是它，因为有冰箱，也让我们准备食材变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准备食材准备刚刚好，不敢多带，也不敢少带，因为呢一多带吃不完，冰箱在最后回家那段路程就没有保冰功能，很容易就会坏掉了。但因为现在呢冰箱它可以冰，所以我可以具备比较多的食物，想多吃多吃，想少吃少吃没关系，因为吃不完就带回家嘛，因为冰箱还可以冰。我们带很多像海鲜类，大部分不敢带，因为海鲜类呢一放就会坏掉，所以这次才能够带龙虾，而且能够长保新鲜。好，我们现在全部撤帐完毕，这是我第一次把野营露营完毕，把东西收光之后，一滴汗都没有流。那这块其实很干净，没什么垃圾，但是树丛里面、草丛里面还是看到一点点，我们把它剪干净吧。好，我们大概花了1-2分钟，就把这个接近完美的地方变得更完美了。这是我们剪下来的垃圾，只要花一点时间，就可以让你去过的地方变得更干净，让下一个来的人都可以享受完美的旅程。各位，请带走垃圾。如果可以，请带走更多垃圾。谢谢，拜拜。Into another destiny. I close my eyes and I'm back in your